古罗马在西汉被称为大秦，这个大秦呢和秦国可没有什么关系，在中国历史大词典中解释为，当时中亚、北亚人习惯称罗马帝国为秦，因其国势强盛，文物制度堪与中国媲美，故呼之为大秦。古罗马人非常精明，巧妙地通过外交手段或者武力，逐渐蚕食附近的地区。古罗马分为3个时期，先后顺序是古罗马王国、古罗马共和国、古罗马帝国。本期视频我们来主要了解一下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古罗马军队。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公元前30年，凯撒大帝的养子屋大维平定古罗马的内乱，继而吞并埃及，建立起了古罗马帝国。屋大维成为帝国的开国帝皇，他创立元首制，称为奥古斯都。古罗马帝国也分为2个部分，前期是公元前27年到公元192年，后期是公元193年到公元476年。前者是古罗马的黄金时期，国力鼎盛，社会繁荣；后者则是逐渐衰落，盛极而衰。虽然是衰落，但也不是随便谁都能打的。在古罗马最强盛之时，其国土有173万平方英里，人口约有6000到7000万人。后来古罗马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前者是395年到476年，后者是395年到1453年。罗马帝国军团为国家的发展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是与敌国作战还是镇压国内叛乱，在古罗马军队内部有着数十支不同的军团。在建国之初，各军团的士兵主要听从军团统帅，之后屋大维将兵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屋大维将军团总数定为28个，杯酒释兵权了，属于是。不过屋大维并没有和北宋皇帝一样用文官掌握军队高层，而是促进军队职业化，把军队精兵化，不需要的裁掉，并且加大对军队的管控力度，用条条框框约束军队，让这支军队不再像散兵游勇，而是更像国家的正规军。军团配有一定的辅助军队，在辅助军服役20年之后，便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这使得普通百姓对参加辅助军队十分的热情。屋大维定下的军纪十分严格，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这是军队中最基本的事情。严格的是，违反军纪享刑罚、被鞭打致死的人到处都是。他们实行11抽杀律，如果一个小队有人逃跑，就从其中11个人里面抽出一个打死。各个军团的命名方式也不一样，比如曾经获得过荣誉的行政区第5马其顿军团，还有是以前指挥过该军团的荣誉将军，比如第4的马尔斯军团。马尔斯在早期的战役中是屋大维手下的将军，其他还有一些特定的词汇，这些都是荣耀、光荣这种意思的。当然这名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许下次战争有了更大的荣耀就会改变。军团的编制大多是从古罗马王国时期延续下来的，各军团基本都是以步兵为主，分为10个步兵大队，满编制是5120人，每个军团配有一个附属军团，即辅助军团，有骑兵等其他兵种。2个军团附加附属军团组成一个集团军，由一个指挥官指挥，副指挥官能指挥半个集团军。步兵分队还可以分为众多的百人队，每个大队分有不同的精锐。第1步兵大队最多拥有800名，其他9个大队分别拥有480人。在战场上，军团的5000多人并非都能全部用上，一般都是2-3千人，最多也就4000多人。军团里面以战斗经验分为轻步兵、青年兵、壮年兵、成年兵和骑兵。轻步兵因为训练少，主要是辅助，青年兵在军团的第1列，壮年兵和成年兵是军团主力，骑兵主要是侦察和传令。在作战时，军团长官都是将一个整建制的大队放在战斗岗位上，充分利用各个大队自由度和高机动性，随心所欲地摆出各样的战阵。各军团以重装步兵为主题，轻装步兵辅助，还有一些特别的兵种，比如说投石车手、骑兵等。在布阵的时候，战阵最前是4个大队，第2防线、第3防线各配置3个大队并列，左边是枪兵，右边是后备兵，中间是各大队的主力。严格的军令和编制让古罗马帝国的军队协调能力比起之前更上一层楼。严明的纪律和鲜明的上下级观念让军队中的个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古罗马帝国军队的主要武器还是精良的盔甲、短剑、方盾和头枪。
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他们淘汰了只能用于砍杀的剑，换成了改良之后一种稍微短些的双刃剑。这种短剑呢，约有2英尺长，比之前的用起来更加的方便，用途更加广泛。不过因为攻击距离的缩小，罗马人又将盾牌进行了改进。这种盾是长圆形的，高4英尺，宽2英尺，由木头做成，用金属条加固，并蒙上兽皮装饰，可以把身体的大部分遮挡住。这种盾被称为斯丘托姆，士兵会把军团的名字写在上边。他们的标枪被称为皮鲁姆，和早期的标枪比要重很多。这种标枪更容易投掷，穿透力更大，一半是木头，另一半是金属，将金属一端插入木质的一端，中间用钉子连接起来。这种设计是为了防止标枪被敌军重复利用。该标枪的独特构造使它刺中目标后，枪头会折在里面。除了普通的军团士兵外，其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兵种，他们身披狼皮，穿着较轻的锁子甲，戴着银面具，不拿标枪或者短剑，而是旗子。他们是军队的 buff 兵，被强化了，快上！专门鼓舞士气的。要冲锋的时候，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伤害，都要保证旗帜高高飘扬。一般是有队伍中的老兵担任。在战场行动时，指挥官先是让轻步兵对敌方进行袭扰，在双方军团接近差不多时，在第一横队的士兵就会把标枪投掷出去。在最前面的士兵和敌军开始白刃战的时候，第一横队的后方队列开始发起冲锋。在几分钟过后，双方军队会把前边的拼杀的士兵换下去，换成第2列，就这样循环往复。现在看了这种作战方式，就和孙武出现前的春秋各国打仗一样，大家都礼貌打仗。在前方士兵拼杀的时候，在后方的轻步兵负责为其他人补充标枪和其他物资。除此之外，轻步兵还要负责掩护后勤和军团侧翼。若是第一横队没有取胜或者被压制，第2横队就会马上向前准备替换下来。军队指挥官会把第一横队重新编队，编入第3横队重新上场。贝利萨留就是这种战法的集大成者，他们是拜占庭帝国的统帅、军事家，是查士丁尼1世时期的风云人物。出生于农户的他，少年的时候就英勇过人，成年后加入军队，成为皇帝的侍卫，后来因为战功升为禁卫军长官。530年担任总督，击败波斯阿拉伯4万联军，开始征战四方。在公元540年攻陷东哥特都城，东哥特人曾经立贝利萨留为王，当作投降条件，他先是假装答应，在东哥特投降后又拒绝接受。这件事引起了皇帝的怀疑猜忌，此后便受到了冷遇，长达20年，备受冷眼。在公元562年去世，他为罗马留下了轻型骑兵。以前的罗马军队的骑兵和轻步兵都是辅助兵种，重型步兵是队伍的主力。而贝利萨留留下的骑兵身披铁甲，装备着波斯人的弓箭和日耳曼人的长矛，被称为铁甲军。这支军队后来成为捍卫东罗马帝国的骨干力量。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